我是个盲女，无意间恢复视力后，发现我的老公竟是2个背部相连的连体男人。早上听新闻的时候，电视里正报道着一个女大学生失踪案，我听得正入神，忽然太阳穴刺痛了一下，我不禁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漆黑的世界突然有了白光进来。难道我的视力恢复了？我一激动，不小心打碎了桌上的杯子。林冉刚好在身后拖地，他立即关切地走上前问：怎么了？我本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但在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不由得僵住了身子，因为我隐约看见林冉的背后贴着一个人。看来我的视力并没有完全恢复，居然还会把一个人看成2个人。林冉问我：是因为怀孕所以感觉不舒服吗？我点头，有可能。想起孩子，我心头变得柔软，走上前想抱抱丈夫，却被他推开。小将，我还要拖地。结婚3年，林冉从来不让我拥抱她。我是一个盲人，但林冉手脚健全，却有着特殊习惯，比如不能拥抱、分房睡觉、爱穿雨衣。睡了1晚上后，我被噼里啪啦的雨声吵醒了。朦胧间，我竟然看见了洁白的床单、米色的柜子，张开食指在眼前晃动，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真的恢复视力了。此时外面传来开门声，我欣喜若狂，想要快点告诉林冉这个好消息。可刚走到门口，我就看见林冉正在拆一个超大的纸箱。林冉背对着我，她穿着宽大的黑色雨衣，头上戴着的硕大的衣帽将整个人笼得严严实实。纸箱被打开，我看见有一个女人躺在里面，那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校服，蓝色的帆布鞋，肢体僵直。我一眼看出这是具尸体，我愣在原地，耳边回荡着昨天的那个新闻，竟然是他杀了这个女人。我想开口叫她，突然一只手从林冉的雨衣里伸了出来，她的手不应该在拆纸箱吗？帽子被推开，我看见帽子里藏了一张男人的脸，那张脸正对着我。看见我后，他微微笑了，随后雨衣里又伸出来一只手，那只手上正拎着给我买的早餐。我心惊肉跳，不由得连连后退。顷刻之间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林冉从不跟我一起过夜，也从不让我与他亲近。原来他是个连体人，我甚至不知道这2个人中谁是林冉。此时他们转过身去，我看见了另一个男人的脸。小将，你起来了。最熟悉不过的声音，我直觉他就是林冉，可我没有回应。他又问：怎么在发抖？我感觉到林冉明显警觉了起来。小将，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吗？我连连摇头。他冲上前来，激动地问：你是不是能看见了？快说话。我害怕被看出破绽，假装痛苦地开口道：我肚子痛。肚子疼。我点点头，继续装成盲人看着前方。也就是这时，我看清了那个女尸的脸，她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的疤痕。我才想起来，我认识这个人。小将，你在流血。林冉的话拉回了我的思绪，我下意识低头，才看见自己的睡裙下有鲜血流了出来，心头一颤，我2眼一黑，陷入了昏迷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林冉坐在我的床边。小将，你醒了。我强装镇定，用手在被子上摸索，假装寻找他。我睡了多久？林冉猛地向后退，应该是怕我摸到他身后的那个男人。你睡了好几天了。我没说话，想找机会报警。小将，孩子没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惊得坐起了身子。林冉垂下脑袋，可表情却看不出一点难过。医生说你的身体太虚弱了，所以才会流产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佯装哭起来，其实心里却暗自松了一口气。有一个杀人犯加连体人的父亲，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出生。林冉柔声说道：小将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做妈妈的，别难过了，我去给你炖点鸡汤。他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一直面对着我，如同一个附着物靠在林冉背后。等他们走出去后，我掀开被子，也偷偷跟了出去。林冉他们进了厨房，我走进客厅，发现那具尸体已经不在了。我靠近厨房，隐隐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，2个男人的对话声随之传来。那剩下的人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不是林冉的声音，应该是他的哥哥或者弟弟。我听见我的丈夫说：把他们都找到，然后全除掉。我心间猛地一颤，那边又传来声音：嫂子好像不对劲，我怀疑他是不是能看见了。叫我嫂子，看来林冉是哥哥，他们竟这么快就怀疑我了。林冉道：是不是因为药的问题？药？什么药？听见他们好像要往门口走来，我不敢再听下去，赶紧跑回卧室。我的丈夫到底是个什么人？没过一会，林冉就端着鸡汤进来了。小将，喝点鸡汤吧。我看见他身后的弟弟也在歪着脖子朝我看来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这鸡汤里十有八九有问题。我现在不想喝。喝了吧，你身体太虚弱了，喝了对身体好。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故意摆出矫情姿态。太烫了，你先喝吧。林冉把鸡汤拿到嘴边吹了吹，然后递到我面前。我喝了，不烫。他骗人，根本没喝。我再次推开他。我不喝，我想睡觉了。好吧，那你先休息。他又咳嗽起来，转过身准备离开时，他身后的弟弟顺带把床头的手机拿走了。这一切我只能仿若未见。等他们走后，我绝望地想着自己的处境。我很想报警。林冉杀的那个女人叫吴佳佳，她
她是我这辈子最恨的女人，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成一个瞎子。因为争夺考研的名额，她故意害我出了车祸。我失明后退学，她却顺利考上了研。林冉居然杀了她，到底为什么？他们还说要杀了剩下的人，那又是谁？思考这些问题让我头痛欲裂，没一会就昏睡了过去。过了很久，我听见有人凑在我耳边说话。小将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这么快就天黑了吗？此话一出，我毫无困意，马上就清醒了。这不是暴露我恢复视力了吗？小将你，我在空气里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意味，立刻解释道：老公，我是迷糊了，差点忘了我是个瞎子。林冉叹息道：小将天还亮着。什么？现在的天是亮着的，你好好告诉我，你之前是不是恢复视力了？我愣住了，我又失明了。我哑着嗓子苦笑，看不见，我一直都看不见。林冉咳嗽2声，要是有什么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我点点头，来喝点鸡汤。有勺子抵在唇边，我不再反抗，张嘴喝了下去。我不知道这鸡汤里是不是有毒，一想到往后还要跟他们2个连体人一起生活，我更是浑身发冷。我祈求林冉，我想跟我的好朋友圆圆一起散散心，可以吗？谢元。听见这名字，林冉好像不是很开心。我点头。我的手机呢？我想给他打个电话。我伸出手在床头假装摸索着，其实我知道手机被他们拿走了。还是我来帮你跟他发消息吧，你现在身体不好。我意识到林冉开始对我有所防备了，只能点头。好的。他揉着我的脑袋，那你休息吧，我帮你约谢元，看看能不能让他来家里陪陪你。听见卧室门的落锁声，我摸索下床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。我扒在门缝边，听见客厅传来微弱的说话声。他之前肯定是恢复视力了。我听见林冉弟弟的声音传来，他又问：你说嫂子会不会报警？林冉没有说话，良久我才听见我的丈夫开口：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他现在又看不见了，只要我们把他看好就行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又会突然失明，也搞不清楚林冉何时对我下的药。我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，只求他能说到做到，帮我约谢元上门。第2天，谢元竟然真的来了。你们好好聊天，我先出去买点菜。说完，林冉便出了房门。谢元坐在我的床头，关切地问我：小将，你还好吗？我摸到了好朋友的手，露出了久违的笑意。我凑在谢元面前低声道：圆圆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能不能帮我报警？我感觉林冉不对劲，他好像杀人了。谢元收起笑声：他怎么会杀人？你之前来不是总纳闷林冉在家为什么还要穿着超大的雨衣吗？其实是因为他是个连体人。前几天我突然恢复视力，不小心看见的，可现在我又被他下了药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提醒圆圆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报警。谢元却说：我已经报过警了，你放心。你报过警了？是的，我刚刚发短信报警的。我长舒一口气。警察多久才能到？谢元道：应该快了，我去看看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又合上了双眼。等我惊醒着睁开眼睛，才感到时间似乎已经过了很久。警察已经来了吗？圆圆，你还在吗？我打开卧室门，竟发现漆黑虚无的世界里有了光。我好像又恢复了视力。浴室里传来水声，我猜想林冉已经被警察带走，是谢元在用卫生间。正想往浴室走去，却觉得脚下好像不对劲。我低下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模糊的红，是血。我惊得双腿一软，转过脸去，才发现冰箱前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又上前几步，我终于绝望地看清，那个是好朋友谢元的尸体。小将。浴室里传来林冉的声音，恐惧如同烟花般在脑海里炸开。我机械地转身回头，隐约间看见浴室门口站着的男人，看样子刚刚是林冉在洗澡。别过来！我心跳如肋骨，害怕他上前来。小将，你又能看见了，是我呀，你别怕。就因为是你我才要害怕，你为什么要杀圆圆？而且你身后还有个……嫂子，你在说我吗？林冉身后的人侧脸朝我看来。我叫林川，你之前就见过了。你既然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怎么能跟我结婚？我甚至还怀过你的孩子，你们2个是杀人犯。我提醒他们，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你们一定会受到制裁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林冉温柔地说道。小将，警察不会来的。他朝我一步一步走来，我吓得不停后退。你跟谢元讲话时，我就在他身边，是我让他不要报警的。什么？我又惊又怒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可林冉却温柔地说：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，再解决完最后一个就结束了。接着林冉把我抱到了屋里，不多时门铃响了。林冉、林川他们对视了一眼，随后走出了房门。他们又从外面给卧室加了一道锁。我翻下床，准备拉开窗向人求救，无意间瞥见了床头柜隔层里的某个东西。我拿起来在灯光下看了好久，才认出了那是一盒堕胎药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没保住的那个孩子是林冉给我吃了堕胎药，可他为什么要给我吃堕胎药？正当我疑惑时，我听到客厅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惨叫。我不断地敲打着房门。林冉，请你不要再做傻事了。这时林冉开锁打开了房门，我隐约看见客厅里绑着一个熟悉的男人，他是圆圆的男友赵刚。我哭喊着质问林冉：这就是你所说的最后一个吗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毁掉我肚子里的孩子？说着我举起手中的药盒。林冉听完一脸难过，
将一把刀抵在了赵刚的脖子上。你老实说，小将怀的孩子是谁的？赵刚颤颤巍巍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承认，求你别杀我。什么？我一脸不解。林然解释道，是赵刚看到我眼睛失明后，便动起了歪心思。他花钱买通了我的好友谢元，趁着林冉不在家，谢元把我灌醉，在我睡得一蹶不振时，又让赵刚偷偷爬上我的床。之后我便有了身孕。谢元还将我的照片分享给了吴佳佳，以此换取重额赏金，甚至他们还疯狂嘲讽我的老公是个连体人。林冉害怕我知道真相后承受不住，所以一直对我隐瞒，而他自己则走上了极端的道路。林冉说完，直接一刀结束了赵刚，并对我说：“小将你放心，明天我就去自首。”此时我的心里五味杂全，流下了眼泪。林冉，对不起。林冉拖着疲倦的身体挤出一个笑容，他咳嗽2声。医生说你的眼睛恢复只是短暂的，还是需要更换眼角膜才能痊愈。走吧，你该休息睡觉了。在林冉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，可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过去了3天。我离奇地发现我躺在医院里，而我的眼睛也彻底恢复了视力。我四处寻找手机，想给林冉打电话。此时一名警察来到我面前。你是小将对吧？是的。你的丈夫已经全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，明天将执行死刑，但是他强烈要求在此之前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你，看来手术还是挺成功的。听到这我心头一酸，连忙询问林冉现在在哪？就在中心大街的警察局，你还可以见他最后一面。我立刻翻身下床，朝着警察局跑去。隔壁住着一位女杀人魔是一种什么体验？隔壁那栋房子空了快1年，一直没有租出去。听说那房子阴气很盛，之前有个女大学生死在了里面，一到雨天就能在屋外隐隐约约听到女人传出的哭声。这种鬼屋自然很难出租。就在上个月，新搬来一个漂亮的女邻居，她穿着刚过大腿的旗袍，散着波浪卷的头发，白皙的皮肤加上勾人的眼睛，是男人难以抵挡的类型。那女人名字叫江田，看样子比我大几岁。第一次见面，她找我借清洁的工具，她敲开我的门后冲我笑笑：“打扰了，能不能借您的扫把拖把一用？”你是？她笑着说：“我是刚搬过来的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啦。”我连忙把工具找出来递给他，他冲我礼貌地道谢。第二天他归还工具的时候，送来一盒便当，打开盒子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，里面是一些糖醋排骨，吃起来酸中带甜，外嫩里酥油而不腻。我并非贪吃之人，却在10分钟之内把它吃个精光。我问江田：“这些排骨你在哪里买的？和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。”江田问：“好吃吗？”我用纸巾擦擦嘴说：“非常好吃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”江田笑着说：“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就经常做给你吃，不过食材不好弄，得费点功夫。”这个女邻居有点神秘，首先是她的衣着，什么时候看见她都是穿着旗袍，哪怕在狂风大作的雨天，那天气温非常低，我穿着毛衣都觉得冷，她却穿着紫色旗袍站在窗边，看见我正看她，对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还有就是她的生活习惯，她几乎不用任何智能产品，手机、电脑、电视机，她的房子里都没有，唯一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书，最后就是她的职业，除了隔几天去外面采购一次，她几乎都待在屋里。那么她的收入来源是什么？大概1个星期后，我见到她和一个男人回来，那个男人年纪很大，头发都白了一大半，手还特别不老实的在摸她屁股，而她却没有一丝不悦的表情。我以为那男人是她老公，冲他们打了个招呼。那男人被吓了一跳，问：“谁呀？”江田说：“我邻居。”男人有点急不可耐的样子，拉着江田朝屋里走。那一晚我正在玩电脑游戏，本来戴着耳机，却依稀听到一声惨叫，那声音非常刺耳，就像动物被宰杀时发出的叫声。我吓了一跳，取下耳机侧起耳朵，想听到底是什么动静。结果好几分钟过去，门口响起敲门声，我穿上拖鞋，开门后看到脸色微红的江田，他对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家的菜刀坏了，能不能借用下你的刀？”我从厨房拿刀递给他。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江田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什么声音？我疑惑地挠挠头。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叫。江田看着我的眼睛。你听清楚了吗？我摊开手。我刚刚在玩游戏，隔着耳机好像听到一声。江田接过我的菜刀，安慰我说：“可能是你听错了，已经这么晚，你应该早点休息。”我看看墙上的时钟，确实不早了，已经快12点。关上门的那一瞬，我突然纳闷起来，已经是午夜，他借我的菜刀想干什么？第二天，江田归还菜刀的时候，如约带给我一盒红烧肉，不知道是他的厨艺太好，还是我饿得太厉害，我很快就把那盒红烧肉吃了个底朝天。江田对我的吃相很满意，全程都带着欣然的眼神。临走时，我问他：“昨天那位先生是？”江田平静地说：“他是我一个普通朋友。”我想起那男人颇为猥琐的小动作，心里有点怪怪的。我问江田：“他人呢？”江田淡淡的回答：“昨晚坐了一会就走了。”过了没几天，
江田又带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回来，男孩一只手搭在江田的腰上，整个人痞里痞气。进门的时候，那男孩还亲了江田脖子一口，江田没有推开他，反而只是对他笑笑。难道说这个小毛孩才是她的男朋友？过了一天，江田给我送来一份爆炒牛筋，我问他那个男生是谁，江田说是他的远房表弟。表弟能做出这么亲密的动作吗？我有点怀疑，但无论如何，和什么人有什么关系，说到底也是品性问题。我对江田又没有想法，所以没太在意。直到我哥们阿成来找我的那一天，我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。阿成是我初中就认识的朋友，为人很讲义气，在社会上也很混得开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好色，经常看见美女就走不动道。那天阿成正在跟我抱怨我住的地方太偏，江田端着盆子从门口走出来，他踮起脚一件一件的晾衣服。阿成看到江田的模样后眼睛都直了，吞吞口水说：终于知道你小子为什么搬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，原来有个美女邻居。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起了色心，提醒他你别起坏心思。我的话还没讲完，阿成已经跑到江田跟前，问他需不需要帮忙。我连忙追出去，对江田说：对不起对不起，这是我朋友，他脑子不大灵光，你别理他。江田饶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他笑着说：你朋友一直这么乐于助人吗？阿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田白皙的大腿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。那天晚上，阿成破天荒地留了下来，要在我这里住一晚。我说：你明天不用上班吗？阿成说：太晚了，我不想开夜车，图安全。简直是司马昭之心。那天深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想必是阿成开的门，应该又是去找江田搭讪了。我在心里骂了句人渣，就又昏睡过去。可我没能想到，阿成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我朋友是个好色之徒，我怀疑他的失踪与隔壁女邻居有关。朋友的车停在小区门口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，我都没见到他的人影。跟他打电话也总是关机，我心里觉得不对劲，敲响了邻居江田的房门。江田一副刚睡醒的样子。怎么啦？你有没有见到我那朋友？没有。他没有在你这儿吗？你的朋友为什么会在我这里？我哑口无言，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成来过他的住所，我只能回到自己的地方，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寻找阿成，一找就是3天，整整3天阿成没有去上班，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公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阿成消失的那一天，江田又端着一盒吃的过来找我，可我根本没有胃口，直接拒绝了他。内心的直觉告诉我，阿成的消失和江田有关，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的谜团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门外的垃圾桶里有一双球鞋，总觉得有点熟悉，在脑海里拼命回想，这不是江田带回来的那个大学生穿的吗？为什么那些他带回来的男人后来都没有出现过？我决定调查这个神秘的邻居。阿成的背包还放在桌子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他们公司好像在做一个袖珍定位器，这个机器只有米粒大小，可以精确定位对方的位置。那天傍晚，我敲开江田的门，假装跟他借东西，实则偷偷将定位器放在了江田的衣服上。之后我便用手机开始对江田实时监控，手机上的光标显示江田一直在房子里活动。可到了凌晨3点，我看到江田出门了，已经距离我超过1公里。我和江田的房子是挨着的，我顺着窗户悄无声息地爬进了江田的卧室。他的房间诡异的要命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。我搜索了一下他的床铺，在他的枕头下面找到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江田穿着学生装，看上去有点憔悴。我将照片放进了口袋里，接着又开了左边房间的门，那是他的书房。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我用手机的照明灯四处打量，发现那些书都是上个年代的书籍，还有一些甚至是绝版书，早在80年代就没有再印了。正当我随手翻着那些旧书时，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那声音很微弱，仿佛有人在呻吟。我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在客厅的角落停住脚步，声音居然是从墙后传来的。难道说这房子还有密室？我认真地检查了每一块墙面，竟然真的打开了密室的房门。我冲着漆黑的密室方向喊：阿成，是你吗？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单调地重复2个字：救我，救我。我摸索着走进密室，把手机照明调到最大，照向阿成的那一瞬间，我见到永生难忘的一个场面。阿成只剩下一个脑袋，整个人被装进了一个大坛子里，而整个密室到处是这样的坛子。我看到了那个老头和那个大学生，这是人质。我刚要上前营救阿成，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发现原来是江田回来了。我对阿成说：坚持住，我马上回来救你。接着我连滚带爬地跑回了自己房间，并立刻报了警。喂，警察吗？我邻居是杀人犯，你们快来！对面的警察说道：请做好自我防护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挂掉电话，我竟离奇地发现手机上显示江田距离我不到10米，随着而来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江田就在我的门外。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来给你送排骨吃了。此时的我早已吓尿，不敢靠近门口半步。过了一会，门外才安静下来。我壮着胆子悄悄走进客厅，离奇地发现桌子上多了一盒便当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。手机突然再次震动了一下，我连忙看去，竟发现江田与我不到1米。我立刻感到后背发凉，猛地一回头，正巧对上江田那副诡异的面孔，我被吓得当场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
几名警察围在我的床边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江田是否被抓住了，可警察却告诉我，经过与房东核实，你的隔壁根本就没有租户。我被惊住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有这个女租客的照片。说着便将口袋里的照片递给警察，警察看了看，告诉我，照片里的女孩早在10年前就死了，是被一名富豪的儿子给强暴致死的，当时还是我办的案子。但离奇的是，警察竟然在隔壁的房间里发现了我朋友和其他几名受害者的尸体，他们拥有共同的特点，全部都是好色之徒。而当我再次看见桌子上的排骨时，我立即捂着肚子跑去了厕所。